武汉扬子街曾经是华中地区婚庆产业的圣地。五一小长假前，这里本该张灯结彩、礼炮齐鸣，婚纱店、喜宴厅、珠宝柜台前挤满憧憬未来的新人。然而，2025年的扬子街却像一座被遗弃的鬼城。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刺痛人心，婚庆大楼内，店铺玻璃门上贴满招租广告，曾经的热闹化为一片死寂。武汉市民彭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无奈诉说，扬子街就在江汉路步行街，左右转全是婚庆店，现在冷冷清清，没人结婚了，谁结得起婚？连临时工都找不到，小孩养不起。现在人多的地方，医院，进医院还得安检。这不是扬子街的独角戏，而是中国婚姻与生育现状的缩影。2025年一季度，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，同比下降15.9万对，跌幅高达 8%。与此同时，离婚登记63万对，同比增加 5.7万对，增幅 9%。这是中国民政部4月25日发布的2025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。冰冷的数字背后，是无数年轻人被现实碾碎的梦想。中国正深陷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，老龄化加速，生育率断崖式下跌，而婚姻作为生育的前哨，早已风雨飘摇。2024年，全国结婚登记610.6万对，创下1978年以来最大跌幅。而2025年一季度的最新数据表明，这场婚姻寒冬仍在加剧。相比2024年一季度的196.9万对，结婚登记数减少 15.9 万对，离婚登记则从 57.3 万对增至63万对，增幅触目惊心。年轻人为何不愿结婚？答案藏在残酷的现实中。经济持续下行，失业率高企，房价、医疗、教育三座大山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青年失业率一度飙升至 21.3%。2025年初虽略有回落，仍徘徊在 15% 以上。上海浦东市民王先生坦言，我2个30多岁的孩子，一个结了婚，一个有对象，但都不想生娃。不光他们，年轻人里4个有3个不想生，太正常了，因为对未来没希望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官方数据可能被美化。有分析指出，中国统计局惯用手法是好消息乘以2，坏消息乘以 0.5。以此推算，2025年一季度结婚登记的实际跌幅可能超过 16%。更关键的是，统计局刻意回避了35岁以下女性的结婚登记数据，而这正是判断未来生育率的风向标。数据背后的真相是年轻人集体躺平的无声抗议。30年前，中国以铁腕推行计划生育，强制引产，巨额罚款，让一代人留下无法愈合的创伤。中国搞了30年计划生育，强迫引产，摧残了2代人，导致人口基数大规模缩小。如今，面对人口危机，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从只生一个好，国家来养老到多生孩子有奖励，仿佛一场荒诞的闹剧。2025年两会上，中国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生育政策，各地政府闻风而动，出台花样百出的催生措施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祭出重磅政策，生第3胎可获10万元补贴。宁夏将婚假从10天延长至13天，产假增至60天，还为0至3岁婴幼儿家长新增10天育婴假。浙江常山县和山西吕梁更直接，对25岁及35岁以下初婚女性奖励1000元现金。浙江甚至提出完善高校在校学生婚育制度，鼓励大学生边读书边结婚生子，还计划打造安全、可靠、高品质的线上交友平台。然而，这些政策在年轻人看来不过是耍弄。4月26日，
多地宣布发钱奖励结婚，登上微博热搜，评论区却是一片冷嘲热讽：1000块，够买个奶瓶吗？大学生连工作都找不到，还婚育，真想骂一句草泥马。更有网友调侃：从不生育有利健康到不生育有损健康，从只生一个国家养老到该养不养，老无所养，国策翻脸比翻书还快，拿我们当巨婴耍。一位网友愤怒写道：中国政府在管理一群巨婴，不是管理，是耍弄。新冠疫情的风控成了压垮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3年封城，经济停摆，无数人失去工作，积雪耗尽。疫情让年轻人彻底看清，在中国没有自由生活，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是犯罪行为。这种绝望情绪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。一位网友在微博写道：996，裁员、房贷、医社保，哪来的钱结婚？哪来的勇气生娃？活着都费劲了，还生个娃来受罪？婚姻市场的内卷更让年轻人望而却步。彩礼、婚房、婚礼开支动辄数十万，甚至上百万。2024年，一项针对全国20个城市的调研显示，平均结婚成本高达33万元，相当于普通家庭2年的收入。彭女士感叹：现在结个婚，得掏空2家人的积蓄，谁敢结？更别提生育成本。根据中国社科院估算，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，平均花费约50万元，这还不包括高昂的房价和教育内卷的补课费。扬子街的萧条只是中国婚姻崩塌的一个缩影。曾经，婚庆产业是中国经济的一抹亮色，2020年市场规模高达1.7万亿元。然而，2025年的婚庆行业却哀鸿遍野。武汉、杭州、成都等城市的婚庆街纷纷陷入关店潮。与此同时，医院却成了人流最密集的地方。这背后是年轻人对未来的极度悲观。2024年，中国总和生育率跌至 1.0， 远低于 2.1 的世代更替水平。2025年情况只会更糟。国家卫健委预测，到2035年，中国人口将减少1亿，劳动力短缺将进一步拖累经济。年轻人不仅不婚不育，甚至开始质疑活着的意义。一位网友在知乎写道：生在中国，感觉像被困在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，拼尽全力也看不到希望。婚姻的崩塌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社会信任的崩解。过去，中国社会以成家立业为人生标杆，婚姻被视为人生的必修课。如今，年轻人却用不婚不育重新定义人生。一位90后网友在小红书发帖：我为什么要结婚？为了996后回家洗衣做饭，为了生个娃让自己更穷。单身多爽，想吃啥吃啥，想玩啥玩啥。这条帖子获10万点赞，评论区全是共鸣：姐妹，单身才是王道，不婚不育，快乐无边。这种观念的转变让传统家庭结构岌岌可危。2024年，中国单身人口已突破 2.4 亿，预计2030年将接近3亿。女性尤其成为不婚主义的先锋。微博上，不婚不育保平安成为热议话题。许多女性坦言，结了婚还得伺候老公婆婆，生了娃还得自己带，图啥？男性也不甘示弱。一位网友吐槽：彩礼20万，婚房首付100万，结个婚得当一辈子房奴，我不干。面对婚姻与生育的崩塌，政府使出浑身解数，却收效甚微。延长婚假、发放补贴、鼓励大学生婚育，这些政策看似诚意满满，实则隔靴搔痒。1000元的结婚奖励能抵消33万元的结婚成本吗？10万元的生育补贴能覆盖50万元的养育费用吗？更何况，年轻人不婚不育的根源在于对未来的绝望。
房价高企，就业艰难，医疗教育成本飙升，这些硬骨头不解决，任何催生政策都不过是空谈。更讽刺的是，政策的儿戏感让年轻人彻底寒心。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到完善大学婚育制度，从晚婚晚育有益健康到不生育有损健康，短短几年，国策翻云覆雨，毫无公信力。一位网友在豆瓣发帖：政府把我们当棋子，今天催生明天现生，凭啥让我们听话？帖子下方数百条评论全是愤怒的附和。2025年的中国，婚姻登记创历史新低，生育率跌至谷底，年轻人集体躺平，政府却还在用发钱延长假期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，试图扭转颓势。然而，当房价、失业、医疗、教育这些深层问题不解决，任何催婚催生政策都不过是镜花水月。扬子街的冷清折射出整个国家的困境。年轻人不再相信中国梦，他们用不婚不育对抗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未来。正如一位网友的留言：政府把我们当巨婴耍，可我们不是傻子。生娃，对不起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中国究竟该何去何从？当婚姻的殿堂变成空荡荡的废墟，当生育的希望被经济阴霾吞噬，谁来拯救这个国家的未来？